徕卡镜头它的对焦距离呢，最近的也要70厘米，就是将近快要1米了。所以说你要做那个近摄呢 macro 摄影呢，你就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设备，比如说你可以用转接环，近摄转接环，这英文叫 macro extension tube， 或者是你可以用那个 close up lens， 就是一个镜头增加镜放在那个镜头的前面，让它近摄，这样的话就会改变它最近对焦距离，你就可以摄一些微距的那个照片。今天我们就来比较一下，就是说你到底是用这个 close up lens 好呢，还是用这个extension tube 好呢？就是说那个徕卡 L Pro 52 close up lens， 徕卡 L Pro 52近摄镜的这个镜子是几年前吧，2018年好像还比较新。extension tube 呢，就是说近摄转接环呢，就是已经非常有历史了，就是很早以前就有了。其实它的那个 close up lens 啊，其实你不需要那个，有一个比它更历史久远的一个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这是一个extension tube。extension tube 就是和它那个 macro close up lens 几乎它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它的那个用法上有一些稍微不同。它这个呢是装在它后头的，那个 lens 呢是装在前头，所以说你拆装是就稍微有一点方便。但是如果像这样的39毫米那个 thread 那个镜头，你要另外配一个从52毫米就是 step down 到39毫米那样的一个转接环。那个转接环呢，你把它的那个镜头放在前头呢，它就是头重脚轻，而且它是黑色的。如果你要用 silver 银色的那个镜头，就很难看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装到这个后头了，你就几乎就看不出你用到什么东西。而且这个呢比它要便宜6倍，这个只有一倍上这个澳币只有150多澳元，好像是。那个好像是将近快要700多块钱，而且那个又大又沉。我现在就给你装一下这个，我会把它这个本体上面刻的这个字打的，好像这个有6个版本还是5个版本，这个是比较靠后的一个质量比较好的版本，所以我把这个字呢打到那个屏幕上。我现在就给你装看一下。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50毫米 Elmer M 50毫米 2.8 光圈 2.8 的。然后呢你要装的时候，你这个红点呢要对准它这个按键，然后你压下去，然后你一旋转，你稍微使点劲儿，这个呢就有一个声音就卡在一个凹槽里头了，它就装好了。所以你看的时候呢，它几乎就相当于是还相当于一个镜头一样。你要打开呢，你就要把这个销从这个凹槽里拉出来，然后你这么一旋转，它又旋转出来了，就是这么安装的，这就行了。然后我再给你装一下这个，因为刚好我现在要换镜头，所以说我就干脆把镜头也换了，所以就把这个放到这儿，这个放到这儿。这个对准这个红点，装上这个镜头，重新开始，这个红点对准这个按键，压下去，这么一旋转，它这个凹槽刚好就搭到这个键，就搭到这个凹槽里，它就装好了。所以说你看，而且我这个你这个 extension tube 你可以用在所有的那个，你不需要转接，你可以用在所有的那个镜头上，因为它是装在后头是全一样的。如果你要前头呢，装前头，因为它那个 thread 那个大小呢是不一样的，每个镜头你要有不同的转接环。它那 close up lens 呢，它已经自带了一个从52
降到49和46的转接环。如果你要降到39呢，你要自己像这个是39毫米的那个 thread， 你就需要另外买一个转接环。所以你装在前头它又不好看，但是它的唯一优点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它装在前头，所以说你不用把镜头拆下来。我把这个装上，你不用把镜头穿上来，你直接就扭在这个前头就可以了。所以说比装卸的时候稍微有点稍微方便一点。但它的适用性，因为它的那个本身它那个 close up lens， 它本身它的那个 thread 是52，所以如果你那个徕卡那个 M 镜头，它前头这个 thread 大于52的话的那些镜头你就无法用了。所以说比如说就是说那个18毫米，我最喜欢用的那个徕卡18毫米的 f3.8 的那个镜头，它前头那个就比较大，它那个前头那个 thread 已经是58了，所以说你把52你根本无法装到58上。所以但是如果你要用转接环呢，这个转接那个 extension tube extension tube 来做那个 macro 和近摄呢，那你就可以，因为装到后头它那卡口是全一样的，所以就是这样的。最后呢，你要是用那个 extension tube， 就是近摄转接环，它的对那个画质改变应该是最小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玻璃的成分，它就是原来镜头的组成结构，对那个成像的素质改变应该是最小的。但如果你要用 close up lens， 因为你有 lens， 你有玻璃啊，对原来它那个镜头它的素质改变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所以说这一点你应该考虑进去。